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请你回想一下，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有哪些目标是你一开始想要达成，但到最后却不了了终的？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感觉。刚开始设定目标的时候，总是信心满满，跟自己说，新的一年，新的自己，我今年要养成运动的习惯，提升销售的业绩，减肥成功，学习一项新的技能，阅读100本的书，买车买房，存更多的钱。然而很多时候，这些目标大多数都没有实现，于是明年又开始重复一遍。为什么当初设定好的目标总是无法实现呢？很多人首先就会质疑自己的执行力不够高，能力不好，毅力不够强，以及巧克力不少。事实上，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达成目标，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不够好，而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用对的方式来设立好有效的目标。那到底什么是有效的目标呢？相信你曾经也听说过 SMART 目标管理法则吧？它最早是由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管理时间》一书当中所提出的。然而，全球知名的高效能专家迈克尔·海亚特，一个专门研究现代目标行为心理学的专家，你没有听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书里面，规划最好的一年，就根据 SMART 法则的基础上，改良出了更加有效设立目标的 SMART 法则。而他自己本身也应用了这个法则，在美国开设了5天即达到最棒的一年的课程，并且用这个法则帮助了许多来自100多个不同国家3万多名的学生走出了迷惘，学会了规划最好的一年。而今天的影片当中，我将会跟你分享如何用这个改良版的 SMART 法则，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效的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成为一个最好版本的自己。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练习 SMART 的7个原则吧。首先，原则1，明确性 specific。 在我中学的时候，曾经就因为顽皮被老师处罚，放学留下来清洗食堂。趁着老师没有过来监督，我和几个朋友就一人拿起一根水管来，一边玩一边清洗。突然间，我的一个朋友就说，不如我们来比比看吧，谁可以将水管里面的水喷到最远的桌子就是胜利。于是我们就将水龙头的水开到最大，在同一个起点上将水管的水尽量喷在眼前最远的桌子上面。后来呢，我就发现到大家水管里面的水再怎么喷都没有办法去到更远，反而弄到满地都是。但其中一个朋友小 A 的水却可以去到很远。在很久之后，我们无意间提起了这件事情，他才跟我们说到，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厉害的，就只是用手捏住水管的出口，这样直径就会变小了，水的冲力就会变大了，这样就可以精准的去射到我想要的地方。想想看这个道理就和设定目标一样，在书里面的研究就表明到，当你的目标越明确，弹性越小，你就越有可能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创造力、智力和毅力在你的目标上面。相反的，当目标非常的模糊，弹性越大，我们可以给自己的退后空间就越大，因为即使我们有努力的意愿，也不知道该努力的方向。因此，与其说我要看完一本书，倒不如说我要看完《被讨厌的勇气》这一本书。又例如，想要成功变好看，那到健身房运动，合理的规划饮食，学习打扮，就会比变好看变得更加的明确。同样的，与其说想要打造副业提升收入，不如说透过经营自媒体吸引流量来销售自己的产品提高收入。最后，与其说我想要升职加薪，倒不如说透过负责完成公司在马来西亚拓展业务的项目来让自己得到升职的机会。原则2，可衡量性 measurable。 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就曾经说过，没有办法衡量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进步。过去我曾经就遇过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好耶，我的目标是要和家人的关系变得更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目标，我到底要怎样量化一样是可以量化的。你可以想想看，有哪些具体的事件是可以传达出你们关系好的信息的？或许是回家的次数，或许是陪伴家人出去玩的次数，又或者是你和他们吃饭的次数。而在这几个指标里面，哪一个又更加的关键呢？也就是说，有哪一个更加的可以说明你和他们的关系变好了？那对于我的家人来说我们只要在吃饭的时候呢，聊天才会比较的深入，而且关系不好的情况下，基本我们就不会一起吃饭。所以像是回家，大家都会各自各忙的，所以我给我自己设定的关键目标就是吃饭的次数了，就是那种有聊天的那种吃饭才算。同时呢，加拿大心理学教授提莫西·皮切尔就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最困难的目标取得了进展，就会获得强烈的积极情绪反应。因此，如果你的目标是可以衡量的，例如今年比起去年多读10本书，也就是20本，这样你就可以将这个目标过程划分成不同的阶段。
比如每个月读2本书，这样一来，当你完成了每一个月的小目标，你就可以不断的见证自己的进步，而这一些一个个的小成功，就会给我们带来推动力，带领我们更加积极的去完成终极的目标。所以说，制定可以衡量并且关键的目标，既可以让我们知道进度，同时也会给予我们完成的动力。原则3，可行性 actionable。 试想一下，目标最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哪一些东西来实现的呢？对，就是行动。所以那些不具可行性的目标是永远无法达成的。因此在制定目标的过程当中，明确主要行动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到底要怎样做呢？我们可以用明确的动词来表述计划中的行动，例如说成为一个英语很好的人，更有效率，更好看等等的。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目标可行性会不会高呢？没有错，是不高的。因为成为这个词它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动词，而更有效率，更好看讲的就是一种状态。所以这样的一个目标根本就不会让我们知道应该要如何做才可以成为一个英语好、效率高以及变得更加好看的人。而可行性的目标到底是怎样的呢？你可以用更加明确的动词，像是每天练习口语30分钟，每周运动3次，每次20分钟等等的，直接清晰的指明应该要做什么。这样一来，可行性就大大的提高了。就像是刚刚提到的一样，透过负责完成公司在马来西亚扩展业务的 X 项目，让自己获得升职的机会。当他讲到负责完成在马来西亚扩展业务的项目，它是有概念、有画面的。当你的目标有画面感的时候，基本上它就是可以被行动执行的。因此，行动型的画面感可以让我们的目标更具备可行性。原则4，风险性 risky。 在 SMART 目标管理法则当中的 R 通常都代表着现实性 realistic， 而在 SMART 的法则当中却被换成了风险性 risky。因为作者认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关注于现实性，那可能就会把自己的目标设得太低，而导致我们的潜能没有办法得到最佳的发挥。而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42公里的马拉松赛跑，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威大桥举行的。当时我身边的朋友都告诉我说，你都没有训练过，平时只是随便跑跑打打球，肯定是不行的啦。没有这样大的头，就不要戴这样大的帽吧。做人还是现实一点，选10公里就好，最多就24公里吧，这才是你的水平。似乎从小到大，很多人向我们灌输说，不要去做那些挑战自己的事情。所以在设定目标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因为害怕损失和失败，因此不敢设定那些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只是一昧的去追求所谓的现实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能就无意中触发了风险规避的本能，错失了原本应该属于我们的成就呢？因此，制定具体并且有难度的目标是可以提高实现的可能性，效果也会更加的好的。当然，我也不是叫你去做那些根本就没有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1分钟就跑完整个足球场，2分钟看完10本书等等的，而是要你设定一个具有一点点挑战性又不是异想天开的目标。那到底我们应该要怎样判断呢？简单来说，就是跳一跳就能够够得着的目标，就像是跨栏效应一样，给你原本水平上高出 60% 到 100% 的目标。基本上我们都是可以驱动自己的本能去达到的。就像是我跑马拉松的经验一样，我跑过13公里的长跑，而且全程只停下2次慢走休息几分钟，所以我自己预估最高的水平应该是跑个24公里没有问题。但想了一想，这是我自己觉得的极限，那就再挑战看看更高的水平吧。就这样，我报名了42公里的，结果我跑了1/3就已经开始脚部抽筋了，接着就是全身抽筋。当时候的我非常的难熬，要跑也不行，停下来休息的话也是不行的，因为它就会开始抽筋，所以就一直抽痛的边慢跑边快走，然后就不断的涂肌肉舒缓膏，再把工作人员所派发的冰块塞到屁股里面进去。当时候是半夜开始跑的，还下着绵绵细雨，在槟威大桥跑着跑着，看到旁边的大海，真的就很想就这样跳下去了。结果就接着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开始思念自己的另一半，同时给予坚持的意义。就这样拐着拐着拐到了天亮，最终也完成了这一次的挑战，获得了荣誉感满满的42公里的 T 恤。原则5，定时性 Time Key。 一个没有时间显示的目标，例如多运动、多看书、多学习等等，我们容易的就会因为缺乏紧迫性而想要拖延，如此一来，这个目标永远都不会有实现的一天的。因此这个目标可以1年以后才完成，也可以是10年以后才去做。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在3月之前读完5本书，
在2月结束之前运动超过10次，这样的目标就有了急迫性以及挑战性了。节食日记就是一个可以激发一个人的行动力和效率的有效工具。因此，为你的目标设定节食日记，不但可以帮助你对抗想要拖延的心态，还可以让你更快的达成目标。原则6：激励性 exciting。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在追求目标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都会遇到各种阻碍，让你有想要放弃的念头。这时候我们就非常需要一个内在的动力来激励我们，推动我们不断的去往目标前进。在开始一个目标的时候，请你至少写下2个可以激励你的有力理由，它会成为你的内在动力。就像是你的目标是想要瘦下来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这样写：我每天要运动1个小时，因为当我瘦下来的时候，我就可以穿上好看的裙子去参加好姐妹的婚礼，而且瘦下来变好看之后，还可以提升我在社交时的自信心。最后把这些理由写到你容易看到的地方，例如你的书桌上面、电脑旁边，又或者是你的手机屏幕里面。这样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就可以立即看到这些推动你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的强烈理由。现在起就为你每一个目标写下至少2个强而有力的理由吧，它可以让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加的有动力。原则7：相关性 relevant。 这一步你要做的就是确保你所设定的目标和现阶段的你是相关的，同时它也是和你其他的目标有保持一致性的步调的。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职场女性，你有一个目标是想要生宝宝，然后你又给自己设下一个升职加薪的目标，那么这一个目标对于现阶段的你来说是现实的吗？在怀孕和生小孩的期间，你是真的有时间去晋升，去考取相关的文凭执照吗？而且这一个升职的目标是不是又和我们生宝宝的目标起了冲突了呢？好好的摸着自己的内心，问一问自己，在现在这一个时刻，是真的适合你去追求这一个目标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目标虽然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可能现在还不是一个好时机，这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等待一个更加好的时机才去做的。硬着头皮去设下多个不同面向的目标，会让我们的生活陷入混乱和着急，什么都没有达成到的话，又会开始给自己更低的自我评价。所以说，我们宁愿设得少而高的挑战，也不要设下多而杂的目标。到了影片的最后，就让我们来回顾，并且用这7道问题来检视自己的目标吧。首先 S specific 明确性，你的目标足够具体明确吗？ M measurable 可衡量性，你的目标是否有一个关键可以衡量的进度？ A actionable 可行性，是否可以联想出一个具体行动的画面？ R 风险性 risky， 是否挑战了你原本的信念？ T 定时性 time key， 这个目标在什么时间点是要执行完成的？ E 激励性 exciting， 你有没有至少2个非完成这个目标不可的理由？ R 相关性 relevant， 你的目标是否和你现在的生活是相关的？而如果你还没有设立年度目标的话，也建议你先观看我的22道问题启开你非凡的2022的干货教学影片哦。先回顾过往，你才可以设定出真正对自己来说有意义的目标，然后再用今天所学到的 SMART 法则来检视和完善自己设下的5到10个目标，绝对可以大大的帮助你提高自己目标达成的概率。如果大家在目标设定上面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写下你的问题，我和各大的小爷们也会尽力的来帮助解答你的疑惑。谢谢大家的观赏，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觉得好意的影片有帮助到你，想要获取更多有质量的知识和内容的话，也可以订阅我们成长吧的免费电子报哦。我们将会不定期的发送更多深层的内容、使用的技巧到你的邮箱里面，链接就放在下方资讯块里面，马上就点击影片下方来索取吧。我们下一期再见。